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，手机屏幕亮了一夜，论坛私信数字不断往上跳。楼主，这石头我出50万，卖不卖？我出100万。表妹，我在古玩论坛刷到你帖子了，你老实说，那块石头里面是不是有玉？姑娘，要不要靠边歇会儿？不用。奶奶，石头里一大块和田羊脂白玉，吴师傅说值8000万，拍卖行说可能上亿。月月姐刚才打电话问我了，她好像在网上看到消息了。丫头，你这拉的是啥？我奶奶分给我的家产。这不就块普通石头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奶奶都是你一个人照顾，怎么分家产就分了块破石头？今天外婆分家产，我表妹分到一块许愿石，双姐前程拜3拜，说不定彩票能中几百块，哈哈哈哈！他们都满载而归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，只有我扛回了一块人人嫌爱似的破石头。不是气恼奶奶没给我分价值昂贵的家产，而是觉得委屈。我守了奶奶这么多年的真心，难道就只配这500块的石头吗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白天在广告公司做设计，晚上下班坐2个小时地铁到南山别院。奶奶脾气倔，不肯找保姆看顾。分完家产后，姑姑叔叔都离开，只有我每天照顾。直到这天，突然问我：“小双，石头没扔吧？”小双，石头没扔吧？没有。你性子沉稳，好好留着，说不定会有惊喜。奶奶真的老了，真把石头当宝贝了。今天把妈给的镯子拿去鉴定了一下，说水种特别好。把以前的老房子卖了80万，很快就能搬新家喽。你一个小职员，天天加班到半夜才回来，不会是做那种勾当的吧？为什么？奶奶，你到底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心疼我？叔叔可以住着豪宅，姑姑手里的古董价值100万，为什么我却只能挤在合租房里面省吃俭用，打车都舍不得？口口声声说最爱我的奶奶，为什么要逼我过苦日子？你性子沉稳，好好留着，说不定会有惊喜。难道这石头其实是传家宝？怎么可能？奶奶留的石头裂了缝，里面透出绿色，请大神帮看。楼主，这个绿色发油润，不像是普通石头的沁色。别在网上问了，赶紧去玉石店找师傅开石。姑娘，你这石头裂了2公分深，这个深度已经能看见里面的底了。什么意思？外面是长江晚石，里面是一整块和田羊脂白玉，白度特级，结构细腻，从裂缝透出来的光来看没裂没棉。所以是不只值80块吗？ 80？我干了50年玉石买卖，
没见过这么大的羊脂白玉。我估一下体积，至码直径30公分起步。如果整块取出来保存完好，市场估值多少？起步8000万。如果后面品相符合预期，价值上亿。上亿！这块石头表面粗粝，但是你要坚持天天擦，擦个2、3年，外面的风化层薄了，里面的玉光就能透出来。我要的不是你擦出玉，是你1000多个日夜不放弃的心。奶奶，这是我在银行租的保险柜钥匙，里面放着你爷爷当年找师傅写的鉴定意见，还有这些年我存的一些东西。等你把石头卖了，拿着这些去办手续，就都清楚了。宁小姐，您这块玉料白镀到特级羊脂标准，结构非常细。从窗口看，内部没有明显的裂纹棉絮，体积估算直径35公分左右，高40公分，重47公斤。这个体量在国内近30年玉石拍卖记录里能排进前3。前3？我建议你直接走春季拍卖会的顶级专场，底价嘛，就6000万起拍。照顾残疾的奶奶3年，生日这天，她分配财产。1年没来看过她几回的姑姑，分到价值100万的翡翠镯子和紫砂壶。每回都空手上门的叔叔，拿到滨江的大平层和100万现金。轮到我，却只有一块灰扑扑的破石头。院子里的这个观赏石给小双。奶奶，您说什么？妈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那块破石头是你10年前在花鸟市场80块买的。小双以后嫁人，把这块石头当嫁妆，那女婿不得当场跑路？小双，你奶奶最疼你，赶紧拿着吧，万一是块宝石呢？ 3年前，爸妈为了给奶奶去长白山采野生灵芝，翻车坠了崖。从那以后，奶奶的康复用药、推她晒太阳、按摩，全靠我一个人。姑姑叔叔每季度来一次南山别院，来了就催奶奶赶紧把剩下的东西分分。他总说我们家小双是最好的奶奶，值得世界上最好的一切。可这块破石头就是您眼里的好东西吗？小双，石头拿回去每天擦一遍，一定要记住，要每天擦。就这破石头，白给我都不要，还每天擦。你不是天天围着老婆子转吗？还以为能给你多少钱呢，合着就一块破石头。怎么可能？一块破石头，真要是什么传家宝，奶奶肯定早就跟我说了，又怎么会把它放在院子里风吹日晒？小双，你这几天看上去闷闷不乐，你是不是觉得奶奶家产太偏心？奶奶，我不是想要钱，也不想要住豪宅，那些东西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争。可是为什么他们什么都得到的时候，我就只配被所有人当笑话？爸妈没了之后，我只有您了。我每天尽心尽力的照顾您，可您让我变成一个笑话。奶奶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小双，你是觉得奶奶不心疼你？你姑父做工程赔了钱，债主追到家里，靠着我给的钱还债，才东山再起。你叔叔那时候公司破了产，房子车子全抵了债，一家3口差点流落街头。我比你想象的更心疼你，但有些东西需要你自己熬过去才能拿到。我给你的那块不是石头，是钥匙。钥匙？你守了这石头几天，有没有发现它跟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了？不一样了。那就对了，石头还会变的，你再等等，没到时候石头会亮的。会亮？一等我就等了3年。3年过去，
姑姑叔叔再没来过南山鼻院，我还是日复一日的照顾奶奶，而床角那块石头被我擦得越来越亮。直到我搬家那天。姑娘，真不好意思，你这石头不小心磕到，好像裂了个缝。多少钱？你说个数，我们赔。关灯！啥？把灯关了。这是什么？是爷爷的笔记。1998年秋，长白山脚下，老友孙德厚临终托付，言此石内藏阳之白玉，乃其祖上所传，因家道中落无法开解，助我代为保管。我付了80块钱，石归您家。德厚说，待有缘人磨开，玉现则天意，若有孝心子侄得知，乃您家之福。你爷爷当年找懂行的老师傅偷偷看过，老师傅说可能有阳之白玉，但没专业工具不敢开，怕毁了玉。你爷爷记下这事儿，临终前跟我说，这块石头留给最孝顺的孙辈。那天分家产，你姑父正被高利贷追着跑，300万的债利滚利翻到400多万，我不给玉兰钱，你姑父命都没了。我给建军大平层，是让他有个安身的地方。奶奶，小双，你爸妈走那年，你才23岁，突然没了爸妈。可你第2天就来南山别院了，跟我说，奶奶你别怕，以后我照顾你。那天你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，自己哭了一整夜，却先跑来安慰我。可那时候你姑姑叔叔都在悬崖边上，我但凡漏一点风声说石头值钱，他们能把南山别院房顶掀了。你性子稳，能扛事儿，所以就让你先熬一熬。能卖到6000万？不止，按现在的行情和品质，成交价我预估大概在8000万到1亿2000万之间。第1号拍品，和田羊脂白玉原石，白度特级，结构细腻，无裂无棉，重量约47公斤，起拍价6000万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低于200万。6200万6400万，6800万，7000万，7500万，8000万，9000万，9000万一次，9000万2次。等一下，1个亿，1个亿，1亿0200万，1亿0400万，1亿0800万，1亿1000万，1亿2000万，1亿3000万，1亿3000万一次，1亿3000万2次，1亿3000万3次，成交。成了，成了。宁女士，稍等一下。买主是故宫博物院的资深藏家，打算把玉石捐给国家做专题展览。奶奶，石头卖了1亿3000万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石头是会亮的。是亮的。行了，你歇着吧，我睡了。好，奶奶晚安。此时我还不知道，钱到账第3天，一切将变得失控。双双，你给我回个电话。9000万存定期和理财，1000万捐给爸妈出事那个乡镇的养老院，剩下3000万留着应急和翻新南山笔院。表妹，你太不够意思，外公的东西凭什么你独吞？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就是他，新闻里那个。一名年轻女子独吞祖母上亿玉石，拒绝和家人分享。小宁，客户都打电话来问这件事情，
都表示说看不惯这种霸占老人财产的员工，要考虑终止和我们的合作。刚才开董事会，董事们让我拿出个态度。这样，你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去再说。这样，你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等风头过去再说。回家休息，不就是变相的辞退吗？出一点事不调查，只会毫无作为的让员工走人来撇清关系。不好意思，王总，我不干了。聂小姐，能回应一下玉石事件吗？你是不是独吞了老人财产？一名年轻女子独吞祖母上亿玉石，拒绝和家人分享。哟，大富豪回来了！你那块破石头分了多少钱啊？上个月房租先结了呗。我财不外露，我有1亿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内容翻来覆去就是说我独吞家产，不管老人，要网友帮忙讨个公道。白眼狼，曝光他，让他社会性死亡。小宁，你赶紧搬走，楼下今天来了好几拨人，扛摄像机的，拿喇叭的，挂横幅的，物业都快疯了。合同提前终止，押金退你，今晚之前把东西收拾了。他平时就鬼鬼祟祟的，不像好人。等你们真知道我有多少钱，不知道我还像不像好人。小双，你回来，我在南山别院等你，你什么都不用怕，奶奶在这儿。昨晚我到了才知道，他房间藏着根沉香木拐杖，是他偷偷练走路用的。多亏了你照顾，我的腿最近恢复得很好，只是不想让那些人知道。开门去。哟，妈，晒太阳呢。外婆，我们来看您啦。外婆，网上那帖子你看了吧？我不是故意闹大的，可表妹拿了钱就跑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我们只能上网求助。妈，那石头是爸留下来的东西，按理说该是所有子女共有的家产。妈，这些年我们对你也不差吧？逢年过节哪次没回来？我那大平层装修好，还特意接你去住过。现在闹成这样，外人怎么看我们宁家？建军说的对，妈你年纪大，考虑不周全。可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能由着小双一个人说了算，钱怎么分，要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谈。外婆，那石头是外公留给全家的念想，表妹一个人拿了太说不过去。你要是觉得我们以前做的不好，我们以后多回来照顾你。可这件事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3年了，他们在这客厅说的话加起来都没今天半天多，张嘴闭嘴全是钱，没一句真的惦记奶奶。月月，你那篇帖子是你自己写的，还是你妈帮你改的？我自己写的。里面说小双哄我，说我老糊涂，说她独吞了钱就跑。那你告诉大家，小双这3年每天来给我换药、推我晒太阳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玉兰，你上次来南山别院是什么时候？妈，我上个月不是还打过电话？妈，我们也有自己的家庭。建军，你去年来了2次。小双每天从城南坐2小时地铁过来，给我换药、翻身、擦洗、喂饭，弄完再坐2小时回去。心疼他，但更想让你们知道彼此的区别。奶奶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他能来是因为他闲着没事干。就算石头给了小双，可1亿3千万也该大家平分。他一个人拿着不合适吧？表弟，你说这话不觉得心虚吗？去年你来过一次，吃顿饭就走了，全程在打游戏。奶奶跟你说话，你戴耳机装没听见，你是没有时间吗？我看你朋友圈经常去云省旅游，去游乐园，去海边度假，陪伴没有。说起钱，你倒是头一个跳出来的。少双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你长辈，
有你这么跟表弟说话的吗？双双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是你长辈，有你这么跟表弟说话的吗？姑姑，分完家产时，月月姐发朋友圈说我分到快许愿时，让我拜拜中彩票，你们在底下笑得多开心。逢年过节我端菜倒酒收拾碗筷，你们在旁边阴阳怪气。当初怎么没人和我平分那些古董和钱？你别倒打一耙！石头是外公的，外公的东西就是全家人的，你凭什么独吞？但奶奶给我了。看清楚，爷爷当年写的是石头，留给最孝心的孙辈。你们谁配得上？谁每天给奶奶端屎端尿？谁替她晒了3年太阳？待有缘人磨开，欲现成天意。若有孝心子侄得之，乃宁家之福。外婆，你偏心的太明显了。我们也是你孙辈，凭什么好处都给小双？钱你要是不分，我们就去告你。月月，你以为奶奶坐轮椅就真站不起来吗？你能站起来了？我这条腿前不久就能走了。我就是想看看，到底谁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妈，你开门，把话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孝顺？我哪次回来是空手而归的？我都给你带人参、带燕窝补身子。建军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妈，你要是觉得我们做的不够，我们可以改，但是钱你得给啊！1亿多，你说给就给小双这个小丫头，在我们这儿说不过去。外婆，我小时候你牵我的手买糖葫芦，你都忘了吗？小双，你劝劝你奶奶，这事儿办得确实不地道。要是早知道石头里有玉，我这几年应该能多见到你们几次。3个小时前，他们还在网上把我骂成过街老鼠，现在站在奶奶门口，个个红着眼眶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。都坐吧。妈，这是想开了。看来还有钱。玉兰，这是你老公20年欠高利贷的借条复印件，本金300万，加利息一共432万。那年冬天你跪在我房间哭，说你老公再不还钱就要被打断腿，我替你还了。你当时说这辈子给我当牛做马。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建军，你公司19年破产的时候，债主堵到宁浩学校门口，拉着欠债还钱的横幅，你老婆半夜给我打电话哭，说再不还钱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我拿钱给你们周转投资。月月，你大2那年谈男朋友，那人骗你借网贷6万滚到9万多，你半夜哭着给我打电话，我2话没说把钱转你了，还让你别告诉你妈，你记得吗？在钱上我从未亏待过你们，3年你们来南山鼻院的次数加起来不够20天。建军，你大平层装修好，说接我去住，可我去了3天，你说家里要来客人，让我先回来。你家里真的去客人了吗？妈，我们是您的孩子，您记这些账是什么意思？哼，孩子，所以我这个当妈的就活该给你们当牛做马。月月，你发那篇帖子说是替全家讨公道，可里面有一句真话吗？你写小双拿了钱就跑，可小双前天晚上还在这儿给我洗脚。你写我老糊涂，可我比你们谁都清醒。他爸妈没了以后，小双每天欢药翻身推我晒太阳，1000多个日夜没断过。你们在群里秀镯子秀房子的时候，他在给我按摩。石头值1亿3千万，可小双的真心更值钱。换了你们任何一个，这块石头恐怕早就被卖了。我怕你们不服气，这3年一直考验小双。妈，你这话说的真轻巧。考验？你拿1亿3千万考验我们？就是，都是一家人。你早知道石头值钱，却瞒着我们所有人，这不是偏心是什么？说白了，就是想把最值钱的留给宁双。他们拿了房拿了钱还不够，还想把我最后这一点都抢走。我给你们的还少吗？那不一样，房子现金是你分的，石头也是你分的，凭什么好东西全落他头上？奶奶，你就是从小偏心他。你也配提偏心？外婆，我们不是跟您争，我们是想要个公道。现在网上都在说这事儿，您要是还护着表妹，
别人只会觉得您被他哄住了。网上那些话，不就是你放出去的吗？我那是没办法，拿了钱就躲，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全家都急疯了。对，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钱到底怎么分？1亿3千万，去掉税费，剩下的我们当场算。你们做梦！今天谁也别算账。月月，你说网上都在看是吗？我就是发了个帖子。把手机拿出来。既然你这么想讨公道，那就当着我的面把你做的事一件件摆出来。手机放桌上。外婆，我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太替您委屈了。替奶奶委屈，还是替你自己掩护？你少插嘴！打开。姐，你开直播了？这不太好吧？我就是想让大家评评理。老人都哭成这样了，还不分钱？白眼狼就在现场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能骂得这么狠。好，既然让大家评理，那就将你发的那篇帖子拿出来念。外婆，没必要吧？念。我表妹哄骗老人，把外公留下的宝贝卖了1亿3千万，拿了钱就跑，不管病重外婆死活。继续。外婆年纪大了，已经……你再说一遍！你说我糊涂，那你告诉大家，我什么时候糊涂到连是谁天天给我换药喂水都分不清了？等下，这老太太说话挺清楚啊，这个帖子好像不太对劲。今天你既然把人都叫来了，那就不怕丢脸。从3年前分家那天开始，给我一字不差的说清楚。3年前我分家产，玉兰拿走翡翠镯子和紫砂壶，建军拿走大平层和100万现金。那本来就是我们该得的。我让你说话了。轮到小双，我给了他院子里的石头。哼，所以这不就证明了你故意把最值钱的留给他？那你怎么不说石头给他那天，你们是怎么笑他的？那块破石头是80块买的，拿去当嫁妆，女婿都得跑。万一是宝石呢？那天你们笑得很开心，谁知道里面真有玉？对，你们不知道，所以石头是垃圾。知道值钱以后，我就成了贼。这话说的没毛病。亲戚变脸也太快了。分家那天我说的很清楚，石头给小双，谁也别惦记。玉兰，你拿镯子的时候笑了；建军，你拿房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替小双说。月月，是你拍了石头照片发到朋友圈，让他成了笑话。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拿我的委屈取乐，叫开玩笑。玩笑先放一边，现在该算算你们这些年从我这里拿走了多少了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今天不只要说石头，你们欠我的账也该还了。妈，你别转移话题，现在说的是那1亿3千万，不是旧账。对，过去的事过去了，眼下先把钱分清楚。1亿3千万，就算扣掉手续费、税费，剩下也够我们几家分。你是妈，你拿大头，剩下的我们兄妹几个再分。对对对，这样最公平。你们分得挺熟练。表妹，别说的这么难听，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钱。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外公留下来的东西本来就是宁家的。宁双，你干什么？我说了不分。你看看，他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宁双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分家那天你们拿房、拿钱、拿古董的时候，谁想过给我平分？我一个人照顾奶奶3年，你们来过几次？现在知道值钱了，就全都成你们的了。都闭嘴！你们不是想知道公平吗？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公平。谁呀？是不是你叫来的？您好，我们是栏目调解组，来了解一下您家遗产纠纷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家事有话说栏目调解组，网上关注度很高，我们想帮大家把矛盾化解。我没同意你们进来，出去。表妹，你别这样，人家也是好心。果然是你叫来的，我就是怕事情闹大，想找人说句公道话。人都进来了，那就坐吧。老太太，您别紧张，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您是不是在身体不好、意识不清的情况下，把贵重财产都给了一个孙女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先别激动，我们只是按网友质疑来问。网友质疑，还是有人故意带节奏？那您方便说说吗？
为什么把那块石头给宁霜，不给其他子女？对呀，妈，你正好当着大家面说清楚，免得别人都说我们逼你。你们倒是会解释。那您是否承认，石头原本属于整个宁家？不承认。可据我们了解，那是您丈夫留下来的东西。我丈夫留下来是让我交给最有孝心的孙辈，不是让一群只认钱的人来抢。奶奶，你怎么说话呢？玉兰，你老公欠高利贷那年，跪在我屋里求我救命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副样子。高利贷？没有的事儿，妈，你别乱说。乱说？那我就让大家都听听，你当年是怎么哭着求我的。妈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非得闹成这样吗？你把小双逼成那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家丑不可外扬？20年12月，本金300万，利滚到432万，借钱人你老公。别碰！这个借条是真的，后面还有银行转账单，钱是我出的。妈，一家人互相帮衬不是应该的吗？这和石头是两回事儿。那你别急，等会儿就轮到你们家。妈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嘴里喊着公平的时候，先把欠我的恩情算清楚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不救我家，你女婿就完了。那帮人说了，再不还钱就打断他的腿。妈，我给你跪下，我这辈子当牛做马都报答你。这反转太狠了！刚才谁说老人偏心来着？拿了老人几百万，还好意思来抢1亿？啊！你居然还留录音！我不留，今天怎么让大家看清你是什么人？把直播关了，快关了！你不是最想让大家评理吗？现在关，晚了，坐好。玉兰说完了，建军，该你了。妈，我跟我姐不一样，我那些事儿都是正常周转。正常周转，能周转到债主堵你儿子学校门口？妈，孩子还在这儿，你别什么都说。你们做得出来还怕我说？19年3月，你公司资金链断了，外债压身，房车全抵出去还不够。你老婆半夜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日子过不下去了。我那是实在没办法。没办法，所以你们一家跪着求我。现在有办法了，就来逼小双分钱。80万现金，外加那套大平层，我给建军不是奖励，是给他一家活路。那也是你自愿给的，妈，你现在拿这个说事儿，不觉得寒心吗？寒心？你们冲进门逼奶奶分钱的时候，怎么不怕她寒心？你还没资格冲她吼。你说是借，那你告诉大家，这几年你还过1分没有？爸，这些都是真的。妈，这些年我也不容易。谁不容易？小双容易吗？你们只看见他拿了1亿3千万，没看见他1000多个日夜怎么过的。建军的账先记到这儿，接下来还有更丢人的。外婆，我那点小事没必要说吧？你害小双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没必要？你又背着我干什么了？妈，你别听外婆吓唬人。大2那年，你谈了个男朋友，哄你去借网贷，6万滚到9万多。半夜12点，你哭着给我打电话。你借过网贷？没有，外婆记错了。记错了。外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别告诉我妈，她会打死我的。求你先帮我把钱还上。外婆，我以后一定听话，我再也不乱来了。沈月，这么大的事你居然瞒着我！妈，我当时害怕。你怕？你现在倒有脸逼着分那1亿3千万！这表姐拿了老人钱，还带头网暴，太恶毒了！关掉，快关掉！你不是最想让网友知道真相吗？现在才刚开始。把手机给我！你发长文骂我的时候，有想过今天吗？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什么好事都落你头上？你终于说实话了。你不是替我讨公道，你是眼红。住手！妈，你还护着他？我不是护着他，我是让你们都听明白，你们几个哪一个没拿过我的钱，没求过我的恩？
老太太，照您这么说，这件事确实不是网上传的那样。我们刚才问话可能有失偏颇。不是有失偏颇，是先入为主。月月，你写小双拿了钱就跑，可他前天晚上还在给我洗脚，你写我老糊涂，可我看得比谁都明白。你们在群里晒镯子晒房子的时候，小双在给我换药；你们逢年过节来吃顿饭就走的时候，小双在给我擦身喂饭。石头值1亿3000万，可小双的真心比那块玉更值钱。我道歉，之前骂早了，真正该被骂的是这群亲戚。这个女外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能偷拍视频买热搜发长文，带着记者堵我们。你还买热搜了？你以为删了聊天记录，这事儿就没了？我这里还有你联系营销号的截图，看清楚，这是你私信本地营销号的聊天记录，标题就写白眼狼孙女独吞老人上亿家产，再配几张我在南山别院的照片，最好能带出老人病重、孙女消失这些词。不是，我没有，这聊天记录可以伪造。那这张转账截图呢？3家营销号，一家5000，一家8000，还有一家12000，备注写得清清楚楚，扩散冲榜带节奏。沈月，你疯了！妈，我只是想逼他现身，我没想到这么大。宁小姐，这个情况我们确实事先不清楚。你们现在清楚了。月月，我拿钱替你填网贷，不是让你长大以后拿脏水泼家里人。外婆，我是嫉妒，可我也是替我妈不值。姑姑和舅舅都拿了东西，凭什么最值钱的给宁双？你别扯上我们！你自己做的事自己认。现在知道撇清了，当初你们谁没骂过宁双？够了！你们不是来调解的吗？今天这场戏看够了没有？您好，我是宁老太太委托的律师，请进。不好意思，路上耽误了。外婆，你请律师做什么？都是一家人，有必要吗？有必要。我先说明2点：第一，和田杨枝白玉原石系宁老太太生前明确赠与宁双女士，归属清晰。第二，针对近期网络上的不实言论、偷拍、造谣、恶意传播，我方已完成初步取证。什么叫归属清晰？有分家当日的在场人证，有老人意思表示，有长期实际占有使用记录，还有拍卖前后的完整鉴定和交易链条。可那是我爸留下来的东西。您父亲留下来的是指定流向，不是当然共有。至于网上所谓独吞老人家产、卷款潜逃、不赡养老人等表述，经核查均与事实不符。沈月女士，如果这些内容由您发布或推动传播，您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我只是发帖求助，包括但不限于联系营销号、购买流量、诱导媒体错误报道、偷拍视频传播。原来奶奶早就准备好了。你们不是要讲理吗？现在理来了。这里是律师函草稿和证据目录，谁做过什么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。妈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做绝的人不是我。妈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亲生的，你为了一个孙女，真要把我们往死里逼？是我让你们买热搜，还是我让你们堵小栓的门？妈，我们承认刚才说话重了点，可一家人闹上法庭，传出去多难看。你们把我送上热搜的时候，怎么不怕难看？小双，婶婶知道你委屈，可月月年纪小不懂事儿，做错了也是一时冲动。27岁花钱买热搜叫年纪小？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为什么都抓着我不放？不是故意，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都摆在这儿了，你还狡辩？那你呢？你少装好人！分家那天是你笑得最大声，后来也是你让我把事情闹大，说只要网上压力一上来，宁双就得吐钱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没胡说。你说外婆最吃脸面这一套，说闹大了她扛不住就会把钱分出来，这可不关我们家的事儿。大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干？现在都怪我了，你们谁不是冲着那1亿来的？终于肯说实话了。宁女士，如果您确有教唆、参与扩散等行为，我方会一并追责。我没有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晚了，你们以为里面只有这些？妈，里面还有什么？你们这么怕，
看来心里有数。这些我留的。热搜上的那些偷拍视频，取景角度和时间点与其中部分高度重合。这张是2021年冬天院门口拍摄设备反光里有一个模糊人影，经过比对，身形、穿着、包的款式和沈月女士当天朋友圈自拍一致。这算什么证据？你们胡乱拼！那你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总在我来照顾奶奶的时候出现？所以那些照片真是你拍的？妈，我就是顺手拍3年。这不是临时求助，是蓄意收集。极恐，他早就盯上这笔钱了。月月，你不是一时糊涂，你是惦记了很久。外婆，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。没想那么多，你会连小双扶我晒太阳都拍下来？原来那些我以为安静的日子，早就被人盯着。除了照片，还有聊天记录备份。比如，您是怎么和别人商量用老人病重、孙女失联这些词的？别人？什么别人？营销号之外，还有家庭内部聊天。2月13号晚上9点07分，沈月发消息，外婆最要脸，先把帖子顶上去，宁双扛不住就会回来。9点12分，宁玉兰回复，只盯着宁双打，先把钱逼出来再说。原来真是你！不是，妈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教女儿往自家人身上捅刀子？我也是被逼急了，那可是1亿3000万，我怎么可能不急？所以你就能毁了我？我没想毁你，我就是想让你松口。这可都是大姑姐和月月做的，我们家可没掺和。让我丢工作，让我被记者堵门，让我被房东赶出去，叫没想回我。大姐，你这事做得太过了。你装什么干净？当时不是你说先闹大再谈分账最省事吗？你别乱咬。爸，你也参与了。全家都不是好东西，刚才一个个装的多有正义。你们在这儿演长辈，演亲人，演得恶不恶心？小双受的还不止这些，把最后那份拿出来。这是你被辞退那天，你公司收到的匿名举报邮件打印件。客户都打电话来问这件事儿，都表示看不惯这种霸占老人财产的员工。还有你租住房东收到的匿名信息截图，以及记者获取住址的线索来源。发件邮箱虽然匿名，但登录设备、发送时间、付款记录已经锁定。不是我一个人，不是我一个人！你给我闭嘴！本来就不是我一个人，你让我去联系营销号，舅舅说把他工作搞掉他就慌了，婶婶说住处一闹他就没地方躲了。你少往我身上泼！你这个蠢货！沈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够了！原来我失去工作，失去住处，被人堵着骂不是意外，是他们一步步算计出来的。小双，是奶奶让你受苦了。奶奶，你们想抢钱已经够脏了，可你们不该毁它。现在证据链已经完整，如果宁老太太和宁小姐不接受调解，我方会正式起诉，追究诽谤、侵犯隐私、名誉损坏等责任。妈，你真要告我们？不是我要告你们，是你们欠他一个交代。妈，都是一家人，真闹到法院以后还怎么见人？你们把我送上热搜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我以后怎么见人？小双，婶婶承认刚才话说重了，可你也没真出什么大事儿。没出大事，我被赶出公司，被房东赶走，被人堵到门口拍，被全网骂白眼狼，这不算大事。表妹，我错了，我把帖子删掉，我去澄清还不行吗？你发出去的时候，一晚上几10万转发，你现在一句删掉，就想当没发生过？晚了，把保险柜里的东西给他们看。这是宁老太太委托我从银行保险柜取出的原件复印本，石中藏玉，留于有孝心之孙辈，若遇现，则归其所有，旁人不得争夺。这是当年老师傅写的初步鉴定意见，外层为普通卵石，内里宜藏高价值和田玉料，不可轻易破坏。还有第3份，老人这些年一直保存该石，并多次向近身照料人宁双交代保管、擦拭、留存事实，这些都足以证明赠与意向和实际交付过程。原来奶奶不是临时护我，她把每一步都替我想好了。现在你们还要争吗？爸，
我们是不是没理了？如果继续纠缠，败诉概率极高。妈，你就算把文件都拿出来，也不能说明你一点私心都没有。我有私心，我的私心就是不能让真正照顾我的人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可我们也是你儿女，你们是我儿女，所以你们一次次有难我都拉了。可你们呢？我病了3年，你们来过几次，我一句句都记着。玉兰，你拿了400多万；建军，你拿了房和钱；还有你，月月，你拿了我替你还网贷的情分。我在钱上从没亏待过你们。那你也不能因为宁霜照顾你几年，就把1亿3千万都给他。几年？是1000多个日夜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坐2小时地铁来照顾奶奶，换药、擦身、喂饭、推她晒太阳。我爸妈没了之后，我就剩奶奶一个亲人了。我从来没跟你们争过房，争过钱，可你们怎么对我的？分家那天，你们笑我拿了个石头，石头值80块的时候没人要，现在值1亿3千万，你们倒全记得那是外公留下的了。这句话他说得好，这句话太狠了。石头不值钱的时候怎么没人分？这就是我为什么把石头给小双，不是因为他最会哭，不是因为他最好欺负，是因为他最能扛，最有良心。从法律和事实层面，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，情况我们也了解清楚了。网上那边我们回去会说明。你们最好说清楚。月月，你那篇帖子现在就删。删了以后，你们是不是就不追究了？现在就删。我现在就删。你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你是不是独吞了老人财产？今晚之前把东西收拾了。白眼狼，人肉他！一条帖子毁了我所有安稳。我删了，表妹，我真的删了。删掉就完了？删除只是停止继续侵权，不代表之前造成的后果消失。根据目前证据，除了删帖，你还需要公开道歉，澄清事实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。道歉，我们道歉。妈，小双，这总行了吧？对，咱们私下解决，别真起诉。私下解决？我被你们逼到没工作、没住处，走到哪儿都有人拍的时候，你们有想过私下解决吗？现在知道怕了。奶奶，我们真没想到会这样。没想到你在客厅里喊着平分1亿3千万的时候，不是挺理直气壮吗？宁老太太，宁小姐，要不我们栏目配合发个澄清，帮宁小姐把影响降下去。这是你们该做的。是，我们一定配合。删帖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该怎么赔怎么认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赔偿部分先分3块：第一，名誉侵权造成的精神伤害和公开道歉；第二，因虚假传播导致的工作损失；第三，因泄露住址、恶意引导造成的搬家和生活损失。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你花钱买热搜的时候，不是很舍得吗？小双，月月年轻，手里哪有多少钱？要不我们家先替他出一部分，你看。你替他出是应该的。除了赔偿，还有公开澄清，内容不能含糊，必须明确说明宁霜女士不存在霸占老人财产、弃养老人等行为。妈，小双，既然现在事情都说开了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别追着不放？赔钱、道歉，我们都认。都认？那你认不认？是你们一家商量着把我工作弄丢的。那都是气话，我们哪知道事情会闹成这样？气话能精准发到我老板邮箱，气话能让记者找到我住的地方。别在这儿装无辜了，把他们该做的一条条念清楚。第一，沈月今晚12点前发布公开道歉和澄清。第二，宁玉兰、宁建军分别以个人账号转发，承认自己先前言论不实。第三，联系传播过该事件的营销号，删除不实内容。第四，承担宁霜因此产生的直接损失。外婆，真的要这样吗？你把小双逼上绝路的时候，怎么不问一句要不要这样？外婆，我发了之后，大家都会骂死我的。你发我照片骂我是白眼狼的时候，怎么不怕我被骂死？妈，小双，月月知道错了，她一个女孩子，脸皮薄。我不是女孩子。怎么不愿意？妈，我发这个以后生意上不好看。你逼小双的时候，可没给她留过脸。真要发呀？不发也可以，那就直接起诉。姐，对不起。你这声对不起来得太晚了。外婆，我删帖也认错了，能不能别让我公开发送？
发。他们只是终于被逼着低头，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。后续我会继续跟进舆情清理和赔偿协商，若有反复，随时立案。小双，你上楼歇会儿。我不累。你脸色白成这样，还说不累？姐，小宁啊，网上的事儿我刚看了，原来都是误会。你看，公司这边一直都很认可你的能力。之前让你回家休息，也是怕你压力大。王总，您有事直说。是这样，客户那边现在知道真相了，还挺同情你的。公司内部也商量了，欢迎你随时回来上班，职位待遇都好说，奖金也可以补给你。小宁啊，你是老员工，咱们没必要因为一点误会伤了和气。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回来？我被网暴的时候，公司没调查，直接让我走。现在真相出来了，您一句误会就想当没发生过。当时情况特殊，我也有压力嘛。您有压力，所以我就该被扔出去挡事儿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回去。小宁，你别冲动，咱们还能谈。这回挺好。以前我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，现在我不想忍了。这是对的，很多伤害一旦轻轻放过，对方只会觉得代价太小。小双，婶婶以前说话难听，现在别说。妈，又怎么了？有人在扒我以前的账号，还有人说要去学校公司举报我。外婆、表妹，你们帮帮我！外婆、表妹，我已经道歉了，你们帮我说句话吧，再这样下去我工作都保不住了。我当初被全网骂的时候，你帮我说过一句吗？小双，月月这回是真的知道怕了，你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赶尽杀绝？赶尽杀绝？是我让他偷拍视频，还是我让他买热搜，还是我让他把小双逼到丢工作、丢住处？妈，事情都闹成这样了，再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。月月年轻，做事冲动，咱们就给他一次机会。给他机会？谁给过我机会？宁小姐，现在网上的舆论反噬是沈月女士自己造成的，你们可以不追加发声，但没义务替她收拾后果。可他们都在骂我，还有人说我恶意造谣，要去我公司投诉。你现在才知道被人围着骂是什么滋味。姐，这事确实是你做错了。连你也站他那边。我只是说实话。现在怕，不是因为你知道错了，是因为报应落到你自己身上了。妈，那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能松口？他们终于开始怕了，可我一点都不痛快。要不要我先联系平台，把澄清顶上去，压一压节奏？压针对我的，不用压针对他的。我不煽动别人去骂他，但我也不会替他挡。小双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心软，家里所以你们才敢一再踩我。我懂事的时候，你们笑我穷，笑我拿个没用的石头。我要是继续懂事下去，你们是不是还要逼我把钱捧到你手里？小双，你别把话说这么绝。绝？我被赶出公司的时候你们在哪？我拖着箱子半夜从出租屋出来的时候你们在哪？记者堵着门拍我，网上骂我不孝的时候你们又在哪？我们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对，你们只是想毁我一半，没想到差点把我全毁了。可你现在不是赢了吗？你有1亿3千万，外婆护着你，律师也帮你，连网友都开始同情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你记住，你现在掉的每一滴眼泪，都是你亲手砸到我身上的。我就是嫉妒你，明明你爸妈都没了，住破出租屋，天天挤地铁，凭什么最后能翻身的是你？你闭嘴，沈月！我不是故意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不快闭嘴！小双，把他给我带走！外婆，我真不是故意。滚！作孽！宁老太太，我先出去，您陪陪她吧。小双，是奶奶。奶奶进来了。奶奶，我是不是一直都太能忍了，所以他们才觉得
我怎么欺负都没事。不是你能忍，是他们太坏。我爸妈没了以后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别争，别闹，只要守着您，把日子过下去就行。可他们为什么连这一点安稳都不给我？因为他们见不得你好。哭吧，今天别忍，接下来交给奶奶。该认错的认错，该付代价的付代价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奶奶，这件事还没完。您好，法院特快。请问哪位是宁玉兰、宁建军、沈月？这里有法院特快。法院？送错了吧？没错，请签收。是诉前保全和立案材料副本。妈，你不是还没决定起诉吗？我没说不告，而且有些人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法院已经受理部分申请，包括名誉侵权、隐私侵权、网络传播损害。后续正式开庭通知会再送达。怎么连我们也有？根据现有证据，你们参与讨论、提供住址、推动传播都在范围内。建军，这怎么办啊？妈，我们可是你亲儿子亲女儿，你真要做这么绝？我给过你们停手的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要。外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想上法庭，我以后还怎么见人？我被你逼得没法见人的时候，你不是看得很高兴吗？各位，材料既然送到了，建议尽快准备应诉，或者在正式起诉前主动协商赔偿。小双，你真要把姑姑送上法庭？不是我要送你们上法庭，是你们自己一步步走进去的。小双，姑姑认错，姑姑真的认错。你看在小时候我也抱过你，给你买过裙子的份上，放姑姑一马行不行？分家那天你看着我拿那块石头笑，你在朋友底下跟着沈月一起嘲讽，后来你教他闹大，逼我吐钱，现在你跟我提小时候。双双，叔叔知道错了，你看我家里还有孩子有公司，要真上了法庭，我这日子就完了。你完了就叫日子完了，那我被你们逼到搬家失业，连门都不敢出的时候叫什么？我们真没想害你到这地步，可你们已经做了。表妹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认错，你别告我，求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别跪我，我就是嫉妒，我承认，我从小就嫉妒你。明明你家条件没我们好，爸妈又不在了，可外婆还是最疼你，连最值钱的东西给你。我一想到这些我就恨。你恨他，不是因为他过得比你好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了，还比你干净。你有爸妈，有家，有我一次次替你兜底，可你还是长成了今天这样。奶奶，都别说了。你们总问我为什么把石头给小双，今天我就把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告诉你们。我不是一时起意把石头给他，我是故意的。故意的？对，故意的。他爸妈出事以后，小双一夜之间没了依靠，可那时候他才刚毕业，自己都站不稳，却第二天就跑来跟我说：“奶奶别怕，以后我照顾你。”奶奶，你别怕，以后我照顾你。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这孩子靠得住，可我也知道，只要你们知道石头值钱，这个家就得炸。所以我先把房钱、镯子分给你们，你们拿到手，嘴上高兴，心里也安了。至于石头，我给了小双。所以你是故意让我们以为那就是块破石头？不然呢？告诉你们里面有玉，看着你们扑上去抢。我让小双每天擦，不是为了把玉擦出来，是想看看她有没有这个心，能不能在受尽委屈的时候还守得住。1000多个日夜，她没扔没卖，没怨我到撒手不管，她把我照顾得妥妥当当，也把石头守住了。所以这块玉不是天上掉到她手里的，是她熬出来的。妈，你就这么不信我们？我信过，可你们每次来只盯着柜子里的老物件，盯着南山鼻院，盯着我什么时候再分点什么，你们让我怎么信？我年纪大了，不知道哪天一闭眼就起不来，我得在我还有力气的时候把该护的人护住，把该留的证据留好。奶奶，小双，奶奶不是偏心，奶奶是在给你留后路。话我说完了，接下来该赔的赔，该认的认，谁再敢闹，我就让律师陪你们闹到底。我会准备正式协议。妈，如果我们都认，你能不能别让我们上法庭？小双，你说呢？对，妈，我们认，我们都认，赔钱、道歉、澄清，我们都配合。你别真把事情闹到法庭上。表妹，我公开道歉，我赔你钱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害你了。你们现在说这些，不是因为知道错了，是因为终于知道疼了。
小双，这件事你做主。第一，道歉声明不能删，置顶1个月。第二，所有传播过假消息的人，你们自己去联系澄清。第三，该赔的钱1分不能少。第四，以后谁再拿这块玉和这笔钱做文章，我就直接起诉。可以，我来拟协议。那起诉呢？如果你们老老实实履行，我可以暂时不起诉，只是暂时。小双，就按小双说的办。奶奶，累了吧？我送您回房。好。3个月里，他们按协议赔了钱，也做了澄清，网上的风波慢慢过去了。我没回原来的公司，也没再住合租房，我把南山别院重新翻修，也把日子一点点扶正。这院子总算有点人气了。宁小姐，养老院这边都安排好了，老人们一直念着你什么时候来。我下午过去。去吧，你早就该替你爸妈把这份心意送到了。宁小姐，多亏你，这里总算能像个样子了。爸妈，你们当年为了给奶奶找药出了事，现在我替你们把这笔钱用到了真正需要的人身上。姑娘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双双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你已经长大了。人这一辈子，难的时候多，顺的时候少。爸妈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守住良心，踏实过日子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你身边，你也别怕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你一定能把日子过下去。你看你又乱跑。看到你爸妈留的东西了。以后苦日子过去了。奶奶，我现在觉得我爸妈能放心了，你也能放心了。我早就放心了。我守住了奶奶，也守住了爸妈留给我的心。那些想抢走我人生的人，最后什么都没抢到。